破相而入道，无我而现佛。梵音堂精心策划了《金刚经》智慧系列影片，让我们一起听佛语，现本性。欢迎收看第3期《金刚经》的由来。当我们面对生活中层出不穷的烦恼时，是否曾经想过，这一切的根源究竟来自哪里？是别人让我们痛苦，是命运不公平，还是其实我们早已不知不觉困在了自己编织的执着之网中？我们总想掌握一切，控制一切，却越努力，内心越疲惫。正是在这样的困惑与追寻中，《金刚经》走进了我们的生命。这不是一部神秘难懂的古籍，也不是只属于出家人的经典。《金刚经》像一面镜子，照现我们内心的执着，更像一把利剑，斩断那些让我们痛苦的根源。它不谈神通，不说奇迹，而是直接指出，只要我们放下我执，清净自在当下就能实现。这部经已经流传2000多年，却仍在千千万万人的心中引起共鸣。今天我们不只是来诵读它，而是想问一个更深的问题：金刚经是怎么来的？佛陀又为何要说这部经？这其中是否隐藏着某种宇宙的根本法则？如果我们能听懂佛陀对须菩提的回答，也许就能找到解脱的钥匙。让我们一起回到那个古老的午后，佛陀在指述给孤独园静静说法，一个叫须菩提的弟子提出了关键的问题。这一问开启了人类与宇宙智慧之间最深刻的对话。世尊，我想问个问题。须菩提恭敬地站起来，双手合十，向佛陀顶礼。他的眼神里带着一种深切的渴望，不是对知识的渴望，而是对真正修行之道的渴望。佛陀微笑地看着他，静静点了点头。世尊，须菩提问道，如果有一位善男子善女人发了无上正等正觉的心，那么他应该如何安住这颗心，又该如何降服自己那骚动不安的念头呢？这个问题看起来简单，其实却是修行人最根本最困难的2件事。第一是安住，我们如何在动荡的世界中稳住内心？第二是降服，我们如何不被情绪与妄念牵着走？须菩提的提问正正说出了我们今天每个人内心的困惑。即便我们读了很多经典，也发了善心，但在现实生活中，一句话就能让我们生气，一个失败就能让我们沮丧，一点得失就让我们抓心挠肝。我们的心从来就不安住，也降服不了。这一刻，佛陀回答了，他没有教须菩提打坐，也没有叫他背经念佛，而是平静地说了一句话：善哉，善哉，如所说，如来善护念诸菩萨，善付嘱诸菩萨。这句话的意思是，你问得很好，我就是这样护念修行人，教导修行人，让他们知道真正的修行关键。接着佛陀说出了整部金刚经的核心方向：应无所住而生其心。简单8个字，却是宇宙间最深的智慧。什么是应无所住？就是心不应该执着于任何事物，不住于声音形象，不住于情绪得失，甚至连修行成佛的念头也不应该住着。这并不是教我们什么都不想，而是教我们不卡在任何一念之上，不把任何东西当作绝对来抓住。而生其心是什么意思？就是在不执着中自由地发起慈悲心、菩提心、修行心。这种心是从清净中升起的，不染不住。须菩提听完沉默了，他感受到佛陀这番话像雷声一样震撼，又如清泉般清凉。他问世尊，那我如果施舍布施，要不要住在色声香味触法上？佛陀说，不应住色布施，不应住声香味触法布施，应无所住而生其心。也就是说，即使我们在做善事行布施，也不能执着于我在做善事，我会有功德，我帮了人这些念头。因为这些念头一旦执着，功德就变成了我执的养料。这里佛陀并没有否定行善，而是告诉我们，真正的修行是行善不执善，是精进不执精进，
是在红尘中行菩萨道，却如莲花般不染尘埃。所以《金刚经》的开场看似是一段师徒对话，其实却是揭示整部经的修行路线图。我们一开始修行，总会问怎么修，怎么降服自己，怎么成佛，而佛陀的答案不是给我们一个具体的公式，而是要我们超越有为法的框架。我们就像须菩提一样，有一天会开始怀疑，心里也会有那句莫说出口的话：我修行这么久了，为什么还是会生气，会焦虑，会害怕？佛陀没有批评我们，他只是微笑着说，因为你还在住相。这一段开场是佛陀与须菩提的对话，但我们每一个人都是那个提出问题的须菩提。当我们有勇气真诚发问，也就打开了学佛的大门，而佛陀早已准备好他的回答，等着我们问出那关键的一句话。我们常以为佛经是在讲来世讲彼岸，讲出世间的境界，但《金刚经》却是一部直接揭示当下真相的经典。当须菩提提出如何降服其心时，佛陀给出的答案并不是方法技巧，而是开门见山地指出了宇宙运行与人生痛苦的根本关键。一切执着，皆因我相未破；一切烦恼，皆因法执未舍。这段开示不仅是对须菩提说的，更是对我们每一位众生说的。因为我们每天面对的困境与挣扎，其实正来自佛陀所指出的四相：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。当须菩提问出那个关键问题，发菩提心的人应该如何安住，如何降服其心，佛陀并没有直接给出一套行动方案，也没有列出清单般的修行步骤，他只是轻轻地说出了一句看似简单却蕴含宇宙根本真理的话：应无所住而生其心。这8个字乍看之下平淡无奇，但却揭示了万法的实相、人生的根源以及修行的方向。所谓无所住，是指我们的心不应执着于任何对象，不执着于眼见的色相、耳听的声音、鼻闻的香味、心中的情绪，甚至不执着于修行本身，而生其心，则是说在这种不执着的状态中，依然能够升起慈悲心、菩提心、修行心，也就是从空性中自然流露出的真心。这不是消极的放弃，也不是冷漠的切割，而是一种超越形式、不被束缚的自由与清明。我们之所以痛苦，并不是因为这个世界本身有什么错，而是因为我们的心住进了错的地方。我们把注意力全部投注在外界的成败得失关系、变化名声财富上，结果内心也被外境所牵动，像风中飘摇的叶子，永远无法平静。而当我们开始学佛修行时，很多人又落入另一种执着，执着于修行的成果，执着于清净的感觉，甚至执着于成佛这个目标本身。佛陀要我们明白的是，不论是世俗的贪爱，还是修行中的追求，只要我们住在任何一个念头上，都可能变成束缚。真正的修行，不是做更多，而是看清楚，看清一切法的本质，皆是无常，皆是空，皆是因缘生灭。佛陀说，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，如露亦如电，应作如是观。这句话不是诗意的比喻，而是真实的现象描述。梦会醒，影无形，露以前，电瞬闪。我们眼前所见的一切，人我对立、爱恨纠结、成就挫败，其实都在刹那间生灭变化，并无一法可以永远依靠。当我们误认幻象为真实时，就会不自觉地抓紧、抗拒、比较、埋怨。这些情绪与习气构成了我们内在的我相与法执。佛陀说，若菩萨有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，即非菩萨。这4个相其实就是我们执着的根源。我们执着有一个独立不变的我，认为自己和他人是分离的，看这个世界充满对立与冲突，并以为一生就是这样从出生走向死亡，难以改变。但佛陀却指出，这一切只是我们心的误认，并非真相。如果我们能如实关照，就会发现这个我其实无法独立存在，它是五蕴和合的假名安立，
是因缘条件短暂交织的产物。当条件改变，所谓的我也随之变化，根本无有固定的实体可言。这种关照不是冷酷地否定生命的价值，而是用智慧去洞察事物的本质。佛陀不是要我们逃离这个世界，而是希望我们在这个世间中活得更清醒、更自在。当我们不再执着于眼前的变化，也不再强求控制一切，我们的内心自然会宽广稳定，不动如山。这就是应无所住而生其心的妙意所在。它不是叫我们什么都不做，而是叫我们放下心中的执着与分别，在无助中行善，在无我中修行，让慈悲与智慧从自然本心流露，而不是从我应该怎么做的焦虑与压力中勉强而来。所以说，佛陀在这部经中所开示的，不只是一个修行的方法，更是一个宇宙运行的根本真相。万法皆空，因缘所生，一切皆无常。当我们看清这一点时，烦恼会自然淡化，心灵会自然安住，修行也会变得不再艰难。我们终于明白，原来解脱不是得到什么，而是放下那些从未真正属于我们的东西。真正的自在，是当我们不再执着于任何相，而仍能全然投入地活在当下。那就是佛陀所说的现诸相非相，即见如来。这不是抽象的哲理，而是一条真实可行的道路。只要我们愿意从这一念开始练习不住于相，就已经走在了通往觉醒的正道上。佛陀为什么要说法49年？又为什么在《金刚经》中没有繁复的仪式，没有深奥的宗教语言，而是一次又一次地提醒我们，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，若现诸相非相，即见如来。其实这正是佛陀最大的慈悲所在。他并不想让我们去崇拜一个形象化的佛，也不是要我们永远膜拜在经文前，而是要我们真正醒来，从无明的梦中醒来，从对世界错误的执着中醒来，从对自我虚幻的认知中醒来。佛陀知道，我们活在一个由惯性与习气组成的幻境里，我们总是习惯用固定的眼光看人看事看自己，也总是依赖情绪来做决定，靠欲望来获得存在感，而这些正是痛苦与轮回的根源。佛陀所说的一切法，其实都不是为了建立一套思想体系或哲学架构，而是为了让我们彻底觉醒。他用《金刚经》这部极简的经典，让我们一次次面对内心最深层的执着，让我们去看清楚，我们所相信的一切，其实可能根本不是真相。我们以为名利、情感、安全感、成就感能给我们安稳，于是我们拼命去追求，可追到了却发现内心依然空虚。我们以为这就是我，但这个我其实随着情绪变化、身份改变而不停改变，根本找不到一个不变的核心。佛陀不是教我们否定这一切，而是要我们看清这一切的空性本质，不是没有，而是没有固定，没有自性。当我们明白了这一点，我们对世界的看法就会改变。我们不再依赖外在事物来肯定自我，也不再用二元对立的方式去解释一切。我们开始从非相中看见真相，开始用觉醒的眼光去面对每一个当下。而这正是佛陀最大的慈悲，它不是来解救我们的肉体，而是来解放我们的心。我们的心若能自由不执不住，那无论外在发生什么，我们都能自在安然。这种解脱不来自外力，也不靠奇迹，而是来自一种自觉的力量。佛陀教我们不住于声色，不执于得失，不陷于过去，也不忧于未来，而是回到当下，关照这一念心。这一念心若能清楚明白，如实的看，就能发现它本来无染，本来无碍，本来圆满。所以佛陀才会说，应无所住而生其心。因为只有当我们的心不被黏住，不被框住，不被局限，我们才有可能真正生出智慧，生出慈悲，生出力量。我们一直以为修行是离开红尘，放下一切，甚至要躲进深山，但佛陀却在《金刚经》中让我们明白，
真正的修行是在红尘之中放下执着，在得失之中保持清明，在情绪中关照自心，在一切相中现非相。这并不容易，因为我们的习气太深，我执太重。但佛陀从不责备我们，而是用最柔软的方式陪伴我们，甚至反复重复经文中的语句，只为让我们有一天突然醒悟。他知道我们需要时间，需要一点一滴的放下，需要一次次地撞墙后，才会想起佛陀那句话：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。我们以为这世界会照着我们想的发展，结果事与愿违。我们以为感情可以永远不变，结果人心易变。我们以为努力就会有回报，结果却是无常的考验。而这一切失落、困惑、挫败，其实正是佛陀让我们醒来的契机。佛陀不给我们答案，因为他知道每个人的觉悟都得靠自己走出来。佛陀也不强迫我们放下，因为他知道放下是要等我们真正看见之后自然发生的事情。所以《金刚经》从来不是一本给答案的书，而是一本让我们翻转自己认知的经典。当我们读懂它，我们才发现原来自己可以不再被情绪控制，不再被欲望牵引，不再被过去困住，也不再为未来担忧。那一刻，我们会感受到佛陀的慈悲，不是在外在世界赐予我们什么，而是在内心深处点亮了一盏灯，让我们看见自己早已具足的光明本性。这就是佛陀真正想给我们的礼物，不是神通，不是奇迹，而是觉醒的能力。只要我们愿意开始关照当下，关照自己的心念，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在自己的生命中成为那个醒来的人。《金刚经》之所以能流传2000多年，成为华人世界乃至东亚佛教中最广为诵持的一部经典，不只是因为它篇幅短小、朗朗上口，更重要的是它蕴含的智慧穿越时空，直指人心。对于每一个渴望解脱与清明的人，都是一帖对治烦恼的良方。从印度的佛陀口中诵出这部经开始，到东汉时期由鸠摩罗什大师翻译成汉文，再到历代高僧大德的讲解与弘扬，《金刚经》一步步深入人心，从帝王将相到平民百姓，无数人在诵读这部经典中找到了内心的医治与安定，也从中升起了智慧与慈悲的力量。佛陀在经中曾说，若有人以3000大千世界七宝布施，不如有人受持此经乃至4句偈等为他人说，其福胜彼。这句话明确指出，《金刚经》的功德不在于纸上文字，而在于我们真正理解它的义理，并能在生活中实践，进而与人分享，让更多人从中得益。所谓功德，并不是某种神秘的能量累积，而是心与法相应，烦恼渐减，智慧渐增的结果。《金刚经》最大的功德就在于帮助我们破除我执，转识成智。当我们诵读应无所住而生其心烦所有相，皆是虚妄这些经句时，若只是口中念过，心未改变，那经典只是文字。但若我们能在日常中关照自己，是不是又陷入了得失计较，是不是又被情绪牵着走，是不是又对外境产生了粘着和依赖，这时经文就成了关照的镜子，引导我们回到清明与正念的状态。长久以来，有许多人诵持《金刚经》而转变命运，并非因为诵经能改运，而是因为诵经让他们的内心转变，烦恼减少，心念清净，于是所做之事更有智慧，对人更有慈悲，自然也更容易感得好的缘起。这就是所谓的持经得福，不是神迹，而是因果。历代高僧中，许多都与《金刚经》有极深的因缘，例如六祖慧能大师，就是因为听到《金刚经》中的一句话“应无所住而生其心”，当下大悟，开启了中国禅宗的一个新局。从那以后，禅宗便以《金刚经》为核心经典之一，是其为破除执着、直指本心的法门。不只是出家人，历史上也有很多文人、政治人物，甚至商人，把《金刚经》当作每日修持之经，
例如明朝的袁了凡、清朝的曾国藩，他们在官场浮沉世事变幻中，始终以《金刚经》作为自我修养与处事的指南，从中得到力量与平静。更有甚者，有人一生贫苦，却每日诵经，临终时神情安详，心无挂碍。这些并非迷信，而是因为经典深入人心，让他们看破生死，看淡得失，自然不再被世俗烦恼绑住。这就是佛法真正的功德。而从现代心理学的角度来看，《金刚经》中所讲的无助离相破执，其实与现代所谓的放下焦虑、原跳脱自我中心思维有异曲同工之妙。我们之所以焦虑，是因为太想掌控；我们之所以痛苦，是因为太在意结果。而《金刚经》则告诉我们，真正的智慧不是抓紧，而是放下；不是求得，而是看破。当我们学会放下对成功的执着，便不再害怕失败。当我们看破关系中的依附，就能用更清醒的心去爱人、利人、度人。这种内在的转变虽然没有声光效果，却比任何外在的神迹还要有力量，因为它能让我们成为更自在、更柔软、更觉醒的人。传承《金刚经》并不是要我们把它供奉在架子上装裱成画，而是让我们每日反复诵持，对照自心，检视我们今天是否又陷入了我执法执，是否又被名利牵动，被情绪影响。经典真正的力量不在经文本身，而在我们怎么活用它。若我们能让《金刚经》的智慧渗入生活的每个细节，让每一念都能关照，每一句话都从清净心发出，那我们就是在传承这部经的精神，也在累积属于自己的真实功德。佛陀曾说，若有受持读诵为人解说者，皆得无量功德。这不是一种夸张的赞美，而是一种慈悲的提醒。因为当我们愿意分享佛法，让他人也得智慧之意，那么这个世界就多了一点清明，多了一份柔软。而这一点一滴的改变，正是佛法真正想带给我们的祝福。不只是个人的解脱，更是集体的觉醒。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这份传承的一部分，也都有能力让《金刚经》的光明照亮更多人的生命。当我们读完《金刚经》，心中或许仍有疑问，但更多的是一份安定与清明。这部看似简短的经文，实则是一盏照亮内心的明灯，引导我们从迷雾中看见本来的自己。佛陀的慈悲不是让我们远离尘世，而是教我们在尘世中保持觉知；不是要我们逃避痛苦，而是让我们看清痛苦的根源，从而超越它。这一路走来，我们跟随佛陀与须菩提的对话，学习应无所住而生其心，学习在万象变幻中放下执着，在无常人生中活出自在与智慧。每一次诵持《金刚经》，其实都是一次内心的洗涤与提醒，提醒我们万法皆空，唯有清净心才是真实的依靠；提醒我们不执着于眼前得失，才是真正的自由；提醒我们一切相皆虚妄，唯有不住于相，才能见到如来的真身。那不是在外，而是在我们每一个人本自具足的佛性之中。愿我们都能以这份智慧安住于日常生活，将经中的清净法义化为每一个当下的正念。愿这部经典的法义不只利益我们自己，也利益我们的家人、朋友、社会，乃至一切有情众生，以此功德回向法界。愿一切众生皆能离苦得乐，觉悟真理，共证菩提，让《金刚经》的智慧成为我们生命中永恒的陪伴与指引。以上是我们对《金刚经》诞生背景与佛陀开示真意的初步探讨。透过须菩提的提问与佛陀的慈悲回应，我们看见了宇宙法则的根本，也触碰到心灵深处的自在与觉醒。但这部经的智慧远不止于此，它不仅是一场对话，更是一份佛陀留给后世的深远嘱托。下一集我们将继续深入《金刚经》到底为何被称为大乘佛法的心脏，其中的无相智慧又藏着佛陀怎样的究竟慈悲与觉悟之道。让我们一起
循着经文的光，更靠近那颗本来清净的觉悟之心。